来，老哥，银元我给你瞅瞅，来，都拿过来，我给你瞅瞅，给你分析分析，行吧？啊，你这东西买多长时间了？这都是十几年了。十几年了，都十几年了。那行，我给你讲一下啊，咱讲这个银元之前，我给你讲一下这个造假，银元造假。银元造假呢，从民国的时候就开始了，很多这个老银元上面有戳记，那就是你把银元存到钱庄的时候，钱庄也要验一下真假，上面打的戳记，打的记号，就是他们已经验过真假了，明白吧？但是民国那时候造假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能保存下来的很少。然后咱们建国以后，银元造假从啥时候开始的呢？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一开始这些银元啊，你可以拿到银行里面去换钱。最开始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换1块钱，后来呢，慢慢的可以换成5块，最后的时候可以换到10块，一块银元到银行可以换10块钱。然后呢，改革开放之后。广东跟香港挨得很近，香港那边有商人啊委托这个广东那边的商人来到咱们北方的这些城市去收，当时银行是一块银元换10块钱，是吧？然后人家那边的商人来呢，就一块给20，给20，很多老百姓家里面放的这些银元以前没啥用，也没人收藏这个，都咋弄？很多就用这个银元啊加工首饰，是吧？你应该能听说过吧？用老银元加工首饰有。对，但是一块一看人家一块收20，还可以啊，大家都开始卖，把家里的这些没用的银元都卖给人家了，啊，基本上能卖的都卖了，家里不缺钱的，你别说给20，你给200，人家也不卖。然后呢，基本上都收的差不多了。再过2年呢，人家还过来收，一块20，那时候咱们这边人穷啊，20块钱了不得了。好像我听老一辈讲，那你一个月工资才20-30块钱，对不对？你弄一块银元就顶1个月工资，是不是？然后呢，咱们这边人啊，也有耍小聪明的，开始造假了。第一代的假是什么样的假呢？不是这样的，是那种啊，看起来是金属的。我们行内啊，管这叫草钢，就那种假的银元呢，摔到地上一下能摔很多瓣，硬地面一摔能摔好几瓣，那草钢的。那广州商人他一开始不知道呀，买回去一批之后发现，哎，这是假的。后来人家这银元来买银元还过来收，再收银元的时候先扔地上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摔烂，因为正儿八经银子呢你怎么摔也摔不烂，那种假的那一摔烂那识破了呀。那时候其实他那种草钢呢，首先他其实做工非常粗糙，然后一摔到地上能摔烂，这是第一代的。然后往下面开始第二代了，第二代了其实相类似于这种假应该算是2代加。2代的是什么呢？铜镀银，它的做工啊比那种第一代的做工更精致一些了，毕竟用铜来做的，它的那个模具雕刻的更逼真一些，铜镀银。然后呢，人家外地的商人过来收，最后收回去一发现假了。怎么发现假的呢？重量上不对。刚才就说了，铜的密度好像只有6点多，银的密度呢它是10.5，一称重量不对。那因为银呢它是26克多，那造出来的第二代的假呢，它一般只要是铜的，它只达到20到23克左右，23克左右。然后呢又发现不对了，这边人家碰见那样的人家不收了呀，带杆秤就行了，是不是？咋弄？继续改进。你不是重量不够吗？加厚啊，就2代加。第二代又把这个银元的厚度没那么厚，
现在做厚一点，做厚一点怎么样呢？增加它的硬度，增加它的重量啊，明白不明白？它本身是20、22、23克，你加一点厚度，等于说料加重量，它就能达到26到27了。这其实也算是2代的，第2代的造假。往后，因为它银元不是20块钱了，有100、200、300，后面慢慢的开始用银来做，因为明显的银元已经高出它的银价很多的时候，高出很多倍的时候，开始用银来造假，那是后面的了。你这种呢，我刚才打手一看，首先看厚度，然后听声音，因为这不是银的声音，这是铜的声音，看起来是白白的，因为外表它就镀了一层，明白不明白？里面是铜，你不信的话，回去把它融化一块就能明白了。假的，我看这个铜是什么呢？它这个铜，人家的铜都是黄的，这个铜为啥是白的？是不是？跟你说外边镀了一层，明白不？知道，我知道你啊。